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所有的教育伙伴们，你好，欢迎来到安亲子书房练习曲的教养乔教室。我们常常看着自己的孩子，心里总是充满了温柔，对吧？我们都希望他们的善良能够像太阳一样，不只温暖自己，也能照亮这个世界。但同时，我们心底是不是也有一份小小的担忧，就是在这份善良里，我们的孩子他懂不懂得怎么温柔地保护自己呢？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一段温暖的时间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到底该怎么陪伴孩子，去练习温和而且坚定的为自己的心画一道清晰又柔软的界限。你看，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那份善良，真的是一份最纯粹的礼物。他们会愿意分享自己最心爱的玩具，主动去帮忙身边的同学，那种不假思索的体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可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份善良，有时候反而会让他们很为难。当善良变成了讨好，当体贴变成了委屈，这份本来很棒的礼物，好像就蒙上了一层灰尘。所以我们身为大人的最重要的课题，其实就是要怎么教他们在保有这份美好的同时，也学会好好的守护它。我们来看看一个你我可能都很熟悉的故事。画面里的小明，他正在专心画画，结果同学连问都没问，就一把抢走了他最喜欢的那支铅笔。小明的心里瞬间涌上了好多的感觉，有不舒服，有委屈，还有一点点生气。可是他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他不敢说不可以，因为他好怕同学会不会生气，会不会就不跟他玩了。他也不敢去跟老师讲，因为他很担心会不会被大家笑，说他是个爱告状的小孩。这个小小的挣扎，是不是也曾在你我的孩子身上，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童年里上演过无数次呢？其实这件事情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学会说不的技巧问题而已，它的核心是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建立起一种稳固的情绪自信。这份自信能让他们打从心底相信，我的感受是重要的，我的需求是值得被尊重的。你知道吗？这是一项将会陪伴他们一辈子去建立健康平衡人际关系的关键能力。好，为了让这趟旅程更清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地图。我们会从这个沉默善良的故事开始，然后去探索被听见的深刻力量。接着呢，我们会用一个很美的比喻来聊聊为什么善良其实需要以道为离。然后我们会一起帮孩子的情绪命名，并且学习一个非常实用的3步骤暂停法。最后我会提供一份温柔行动计划，让你可以很轻松的开始。对了，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因为我为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温柔提醒，相信会对你非常有帮助。好的，那我们就踏出第一步，来谈谈被听见的力量。这一步的关键心法就是先深刻的理解，再决定要不要介入。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当孩子鼓起好大的勇气跟你分享他在学校的委屈时，如果那一刻他深深地感受到的是我的感觉真的有被听见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我的感觉被听见了，这句话本身就带着一种深刻的疗愈能量。这份被全然接纳的安全感会成为他内心最坚实的后盾，给他勇气去面对下一次的挑战。那么具体上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这也是最难的，就是我们要忍住那个想立刻给建议下指导棋的冲动，不要急着说你应该要这样，或是下次你就那样。我们可以做的是蹲下来，用很温和的开放式的问题来引导他。比方说轻声地问他，听起来呢让你很不舒服耶，可以多说一点，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或者是把主导权还给他，那你希望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而且我们要全然的尊重他的决定，就算他选择什么都不做，我们也要让他知道我们尊重他的步调，我们相信他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接着我们来到第2个重点，这是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比喻，那就是善良是需要以道为离的。
这道围篱不是要把人推开哦，它是为了保护我们内心那片最柔软的草地。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张图的对比，我觉得这非常清楚。你看左边是没有围篱保护的善良，它很容易慢慢的变成一种习惯性的讨好，甚至会为了满足别人而牺牲自己，让善良变成一种沉重的责任。但你看右边，当善良有了界限这道围篱保护的时候，它会引导出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相互尊重，孩子的自信心会因此慢慢长大，而善良这件事也将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很愉快的选择，而不是一种不得不的义务。这句话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示范，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练习。想象一下，小明可以试着这么说：我真的很喜欢跟你一起玩，但是我希望你先把铅笔还给我。你听，这句话是不是很有力量？前半句我喜欢跟你玩是在维系关系，表达了友善。后半句但我希望你先把铅笔还给我，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底线。这道围篱，它不是冰冷的墙，而是一个温柔的邀请，邀请对方用尊重的方式来跟我互动。不过，在能够清晰表达之前，孩子必须要先能辨识出自己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陪伴的第3步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一本专属于自己的情绪词典。很多时候，孩子只知道自己不开心，但那团模模糊糊的情绪究竟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像个温柔的向导一样，带他认识这些词汇。比方说，当铅笔被抢走的时候，那种感觉是生气吗？当约好要去公园，结果却下雨了，那是失望吗？面对黑漆漆的房间，那是害怕吗？或是拼图一直拼不起来的那种挫折感？有时候甚至只是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当情绪有了名字，就像在黑夜里点亮一盏灯，那份未知的恐惧感就会减少很多，我们也才能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好的，当孩子慢慢能辨识情绪之后，我们就能给他一个更进阶的工具了。这个工具可以帮助他在冲突的风暴中找到内在的宁静。我们称为3步骤暂停法，它非常简单，很好记，而且非常非常的强大。这3个步骤就像一个内在的慢动作按钮。第一步，暂停。当感觉到情绪冲上来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哭闹或是推开对方，而是先为自己按下暂停键，做一个深深的呼吸。第二步，觉察。就在吸气和吐气之间，温柔地问问自己，我现在心里是什么感觉啊？试着从刚刚的情绪词典里面找一个最贴切的词。然后第3步，表达，用清晰平静的方式说出事实和你的感受。而在第3步表达这里，有一个超级好用的沟通句型，我们可以称之为事实加感受公式。它的结构很简单，就是当你做了一件事情，这是陈述事实，我的感受是某种情绪，这是表达感受。我们回到小明的例子，他就可以练习说，你没有问就拿走我的铅笔，这是事实，我觉得很生气，这是感受，我现在需要你把它还给我。这个方法可以避免指责，让沟通可以聚焦在事件本身，还有自己的感受上，真的非常有效。当然，除了这个句型之外，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打造一个专属于他的情绪行动清单，就有点像一个情绪急救包。当他感觉快要被情绪淹没的时候，就可以从里面拿出一个工具来帮助自己。清单上可以有做3次超人深呼吸，暂时离开现场去喝口水，找一个我信任的大人聊一聊，或是使用我们刚刚学到的事实加感受句型，给予选择。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赋予力量。聊到这里，我们手上已经有很多很棒的观念跟工具了。现在最重要的一步来了，就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些东西温柔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是一份为你准备的温柔行动计划。你看哦，透过前面这些练习，我们其实正在帮助孩子一步一步地盖起一座叫做自信的坚固城堡。这座城堡有3大支柱，
第一根是自我觉察，他开始懂得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第二根是清晰表达，他拥有了为自己发声的勇气和方法；第三根呢是情绪调节，他学会了在风雨中安顿自己的心。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哇，好像要做的事情好多哦。别担心，所有巨大的改变都是从微小的第一步开始的。我们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我们可以先从这3件最简单也最核心的温柔行动开始。第一，就从深刻的倾听开始。下次孩子来找你的时候，试着放下手边的事，全心全意的听他说，忍住给建议的冲动，就只是陪伴。第二，在很轻松的时刻，比方说游戏啊，或睡前聊天的时候，和孩子一起练习简单的界限语句，把它变成一个有趣的角色扮演游戏，而不是严肃的说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身作则，让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也练习温和的表达自己的界限，冷静的处理自己的情绪。孩子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是看着我们的背影长大的，我们的身教真的胜过千言万语。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给你的温柔提醒，同时也是我们这一周的共同练习。请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倾听这件事情上，就这么简单。这周当孩子跟你分享任何事情，不管大事小事，我们都练习单纯的听，温柔的提问，让他感觉到我被彻底的听见了。因为请你一定要记得，孩子的善良需要界限来保护，才能持续的发光，而所有界限的建立都源自于一次又一次充满爱的深刻的倾听。那么你呢？在陪伴孩子练习设立界限的这条路上，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或小方法吗？我非常期待你能在下方的留言区和我们这个温暖的社群分享你的经验与智慧。如果今天的分享为你带来了一点点启发，也想邀请你温柔的订阅暗示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让我们可以陪伴彼此在育儿的路上一起学习缓慢而坚定的成长。我们下次见喽。